你看俺妹这2块银元值不值500？嗯我给她孩子每次都随1000，这结果嘞，俩孩子考上大学了，就送俩这破银元。我看你这俩银元啊，一大一小都入盒了，你应该对银元不太懂，平时500根本都买不到银元，我先瞅瞅。我平时也不玩这些东西啊。昨天去跟朋友喝酒结果他看了又看，2块只给了我500块钱，2块才给500，那1块给500也不能卖给他，因为你这俩银元啊，这都不是常见的币种。22年传样，虽然说入盒没分，但实物状态确实不赖，原味比带分的都漂亮。另外一块虽然是半元，但比这个袁大头发银量、存世量可少多了。那我只能说你这个朋友不识货，恁妹送给这俩银元还不赖啊，这送给孩子挺有意义啊。我觉得不如直接给我钱哦。虽然说我不懂，但是我这个朋友，他经常玩银元，你这个他说确实不值钱。那他太不地道了哈，建议以后别给他喝酒了。你要说他不懂银元吧，给500还说明不了啥。你要说他经常玩银元吧，这给500太扯了，这只能说明你这个朋友很不实在。平时他可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我只知道他的银元都是几百万一个的。说我这样的银元不值钱。那听你这么说的话，那朋友应该是个国宝榜，因为国宝榜玩银元啊，那都是大针级别的，几百万、上千万的币。其实他们的成本也就100-200块钱，因为他们买那种大针银元都是按银价买的。他好像也说过他说银元也就是10-20克的银子对，高了他也不想要。他说玩这种便宜的银元没意思。幸亏你朋友这种思绪他是国宝榜，不然真卖给他的话，那你就亏大了。银元过去它的存世量固定它就那么多，你按银价你上哪去买？他说这话完全都是误导你，你这幸亏也没卖给他。今儿个咱就不讲我这个朋友了。对，你就说这2块破银元你说我妹办这事也太不靠谱了看看能值多少钱主要是你对银元不太懂，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这2块银元多少也有点分量吧，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她送给孩子的这个礼物。银元都是原味它并不是说破。像平时你说随礼1000，恁妹这一次应该也算是破味了。你看给孩子这俩银元绝对够随礼，反正是不失礼节先说这个个头小的半元虽然说它这个只是常见银元的一半，但好歹它给分了，加上又是网版，你看实物看上去我看是非常舒服。就像这样的银元2000多块钱。另外一块22年你看刚才我说的很对，就是它虽然说没分，但是实物状态你细看一下，这带钻光底板不错，又是原味的。22年送给孩子寓意也好，一帆风顺，正好孩子考上大学这2块银元我感觉不错给孩子挺有意义。2块的话你算一下，这都5-6千块钱了。2块竟然能值那么多钱吗？对呀这一次真让我大开眼界了看来我妹妹够意思。对，我朋友看来我感觉啥都不懂。不比不知道，一比有时候确实让人吓一跳。恁朋友听你这样说，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国宝榜，他经常玩的都是便宜银元就像这种高了银元他也买不起。另外呢，妹妹这个人确实还不赖，给孩子选俩，虽然说银元都不是同一个币种，但是价值都差不多。那既然像你说的那么不值钱，那我就出手了吧。出手了那你出手了最少再给孩子商量一下，毕竟这是他姑送给孩子的礼物，你给他都啥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我感觉还不如给孩子留着，将来对不对？以后对他姑还有个感恩的心。好吧，回去再商量商量。对，回去商量商量。行，没事，谢谢没事。你来看看我这个罐子，我这手一不小心插进去，薅不出来了。看看这个罐子能值多少钱？一位男子着急地说着，边说边使劲往外拔，累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托起这个瓦罐看了看，说实在不行可以砸开，大不了损失200块。男子听后表示无奈，说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今天下午的时候，一位男子手拿着一个瓦罐来到店门口，摆手示意我出来看看。走出来才看到他的一只手插在罐子里，直接开门见山地问自己手握的罐子怎么样。
我这一看是一个老青花瓦罐，直接摆手示意他屋里来坐。男子跟着进了店里。男子铿铿锵锵走进店里，只见他的手一直从未离开过瓦罐。等男子把罐子放到柜台上，我说下面没有落款，属于民间自己烧制的青花双喜罐。仔细看的话，有些地方甚至有了裂痕，也不知道男子是怎么了。他的手一直插着罐子里，所以很好奇地说：“你可以把手拿出来了。”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倒真是吓一跳。原来男子今天下午去邻居家，看到过去的老瓦罐，自己一个不小心把手插了进去，结果就是愣也拔不出来了。当时邻居见状说，这个东西是有价钱的，是在别人手里花3000买过来的。男子也是恨铁不成钢，所以独自一个人就跑来了。其实男子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我们出个主意，看看能不能把手给拔出来。我尝试着在手上涂上洗洁精，几个人也是忙碌了好半天，还是拔不出来。看来只有破罐子破摔了，想把手拿出来就只有砸破罐子了。男子听到这里很着急，连忙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罐子怎么样。他所指的怎么样，就是让我看看能值多少钱。我也是一个直性子，说差不多200块吧。天无绝人之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了，还是直接砸破为好。男子说不行，邻居都说好几遍了，这个罐子是花3000块买来的，实在不行自己就再找其他人想想办法。说完就走了。其实从男子进门到离开，前后不过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遇到这样的事，说实话还真是第一次见。虽说罐子不值什么钱，但是男子也都30好几的人了，遇事也太不沉稳了，随便的把手伸进古董里，到头来自己也没有办法薅出来。或许他邻居也是想让他多汲取教训，不然也不会直接开那么高的价。大家觉得呢？这一次终于捡到一个大漏。我这一块25年的小号北洋龙，全世界范围内就我这一个，能值1000多万。我看你这个是25年北洋五角，全世界范围内不至于只有一个吧？想卖上千万的，我也瞅瞅。卖不了上千万，说明你没找对人啊！我这块银元是一个样例，全世界都这一块古品，所以才价值高嘞。古品不至于吧？古品的标准是只有1枚。那据我所知，25年的半元也发行过，但是铸造量确实不多，少不至于说是古品。1000万的银元啊，它都有它的这个标准，但绝对不会是裸币。而且你这枚25年半元，我看不舒服，这搁哪来的？这个是我昨天跟朋友一块喝酒，酒桌上给他硬赖过来的，相当于没花1分钱，都成上千万。你这思维逻辑啊不对，能值上千万，别人不会轻易送给你，这与理不通。再说了，酒桌上大多都是胡侃八侃的，大多数人喝完酒之后都吹牛，能值上千万，你千万可别信。你不能这样看不起我朋友啊！我朋友虽然说爱吹牛，爱喝酒，但是他这块银元确实值钱。咱俩就抛开那朋友这个人不说，单说你这个25年的中元，想卖7、8位数，你首先必须得去入 PCGS 的盒子，咱国内的盒子恐怕都不行。你指望裸币想卖高价，这是万万不行了呀，没有人认可。你这样说的话，显得你都不懂行了。很明显，你是看不起我这个人。幸亏网上有专家识货。首先并没有看不起你，咱们俩沟通了呀，只针对这块银元。至于我是否懂行，咱另外说啊。就单说网上专家识货这个事儿，他们为什么要给你报1000万？完全是看中你啊，啥都不懂，想忽悠你的后续的各种费用。就我只能这样给你解释了。我以前确实是不懂啊，通过昨天上网了解之后，现在我感觉啥都懂了。你就给我看看，你能给我几百万吗？你这一下子从1000万吐露到几百万，这价钱咱都谈几句话，这花了挺快。即使真值上千万的银元，这个定价权啊，完全在你手里，可不是像你这种贱卖。另外，我告诉你啊，你这一口可吃不了一个胖子。你这1天的时间想学会认识银元的行情，那就显得你太嫩了。网上给你定义为古品，这首先是错误了。虽说25年啊，它这个五角发行量少，但是据我所知啊，它这个存世量还是有的。如果你想轻轻松松买几十个，在我这是没啥问题的。这个是从数量上说的。都知道
真正的古品音源只有奉天鬼谋一两，连寿至双龙杯这个存世量它都有好几枚。所以说这个古品啊，你说出来让人笑话。然后就是罗币的问题，我看你这个音源很不开门，要包浆要压力各方面都没有，除了十几颗银子之外，我个人看也就是几十块钱吧。几十万？几十万我肯定不会卖给你。哦，你这人杀价杀的太猛了啊！你们挣钱不能太容易了啊！你这想开张一次吃30年啊！哎呀，过去有一句话说了，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那都是过去说了捡大漏。现在是资讯时代了，人手一部手机，哪能一下子吃几十年？再说了，你刚才也听错了，这不是几十万，哎，是一个银价几十块钱。几十？对。去球吧，你这越说越离谱，不可能值几十块钱啊！我光昨天鉴定费都不够，我昨天给你鉴定费都好几百嘞。哎，你别迷了，人家挣的就是你的鉴定费。你想想，这个音源才值几十块钱，一下子给人家几百的鉴定费，这不是入不敷出吗？当你拿着音源去找他们卖1000万的时候啊，到时候说实话，给你要的会更多。好了，我看你实力也不行，早知道你给几十啊，我连叫你看都不叫你。那你再转转。俺婆婆也不知道咋想嘞，你看送给我一块铁疙瘩当传家宝，结果我用吸铁石，这咋吸都吸不住。那你这个东西用吸铁石肯定吸不住，这压根就不是铁嘞。看造型、包浆、背面蜂窝的话，这可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了，算是12两半的银锭吧。这好像并不是银的吧？你像那银元，俺家里面也有，这放几百年之后，它的颜色好像生绿锈。银元没有几百年，再说银元生绿锈很正常。因为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那个铜啊，它放的时间长了，它就会生绿锈。而你这个银锭为什么没产生绿锈？完全因为它的含银量是99银，里边没有铜质，所以不会像银元那样带绿锈。你看这上面刻嘞，这还有落款啊。上面具体写的啥字我也看不懂。俺妈告诉我说这是秤砣，说过去的秤砣不值啥钱，准备让我当破烂卖了。我跟你说句公道话，这绝对不是什么秤砣。想当破烂卖的话，那只能说明恁妈不懂。你看它这个造型是中间窄，2头宽，一边带落款，另外一面带蜂窝。这是过去汉代典型的银锭，大小是12两半。因为过去啊，它没有10两的锭子。我觉得你说的重量不对，我上秤称过了，这整体还不到1斤嘞，根本就没有12两半。哎呀，过去1斤是16两，那你现在放到秤上肯定会有差异。过去和现在重量不一样，反正我看你这个银锭没问题，一眼大开门的包浆。那你放到现在不容易，因为过去人啊，他放个东西有很多都变现换钱了。我真没看到这哪里好，俺朋友建议我去金店烧烧看，说只有烧化了才知道这里面是啥。得了吧，他给你出的主意啊，极度不靠谱。这个银锭啊，一旦烧化之后，就变成一堆废银子了，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根本也不用烧，你就用一眼看一下，它肯定是银的呀。现在我也是6神无主了，拿着这个当传家宝，让别人知了，不得笑了大牙吗？你看看这个值不值200块钱？哎呀，说实话啊，一般像这些东西，谁家里边有，根本不会拿出来让别人乱看。有了想要，家里边也没有，所以不存在谁笑话谁。像你说的值不值200，就是你完全看低这个12两5的这个银锭了。这个重量就快1斤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卖破烂现在这一个也得好几千了，而且你这个你看保存的非常完好，它这个收藏价值高于银价，因为汉代的银锭你放到现在是越来越少，它越少的东西肯定值钱啊。你细看它的状态，虽然说你看不出来它是啥字，但是这个字口你细看的话还是挺清晰的，因为它上面覆盖了有包浆，它这个包浆也是属于原味的，状态整体不错。以我个人看啊，你这个是银价的2倍以上，现在市场价应该在1、2万左右。1、2万，这确实令我没想到啊！我还以为俺婆婆给我的是一块铁嘞，你说我要这假东西干啥？假银锭倒不至于，婆婆不可能送给你假货。你像过去确实也有老假，老假啊，一般材质它都不是银的，过去人也能看出来。基本上保存到现在，那些老假啊都销声匿迹了。即使造假也是现在造的，和你这个区别很大。因为过去家里边放下来的东西，它确实不容易，老东西才有好价钱啊。
说实话，我这个看着也确实不舒服。你说我能不能带回去有啥东西洗洗干净一点，这放进来看着舒服。那你千万不能清洗，这个一洗啊，它就折价了。况且这上面的包浆你也洗不掉，你看它沉淀几百年了，对吧？一时半会儿你也洗不掉。这些东西之前往往都是看它上面的包浆味道来，所以啊，你就保持这个状态不动，然后你该放就放，将来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你一旦清洗，哎，好看是好看了，它可能会发点白，但是也洗不干净，也不太理想。好好，哎，好吧，谢谢老板了啊，没事，拿回去吧。好。俺这个婆婆分明是看不起我这3万嘞，说生完孩子之后送我个产家宝，你看这送的都是啥？这都是正儿八经的银元啊，这数量还不少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家里边一下子能拿出来10-20块银元的家庭，真是寥寥无几，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咦，我朋友都说了，这根本不是啥好银元，人家真正的好银元都装在一个盒子里面，不像我这些都乱七八糟的。你对银元不懂，这个壁面带铝锈啊，这是它的包浆。银元真假绝对没啥问题，因为过去银元它没地方放。大多数银元都受潮生包浆，太正常了。你这些完全可以去平级入盒，而且是100%入盒，因为你这些都是一眼大开门的银元。你可能没太听懂我的意思。这传家宝也太寒酸了吧？毕竟也是银子嘞。我以为是黄金啥传家宝来给我嘞。咦，你真敢想，那个黄金咱普通人家哪有？90%以上的家庭，你祖上往前数3代，基本上全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祖辈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别说黄金了，就是家里边放几块这样的银元，有的都没有。几元毛也不贵，好不好？1斤黄金才多少钱？哪像这些银子不值钱，拿出来送人我都嫌丢人了我。我发现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自古以来，金银从来没有送人的道理，因为到任何时候，黄金都不便宜。现在1斤30万左右，金元宝价值得翻几十几百倍。这个银子即使再便宜，这些银元这都是按个算的呀。按个又咋样？一个才100-200块钱，10几个银元才1-2千块钱而已。不让我朋友生个孩子，他婆婆立马都讲了一个大金手镯子。我跟你说句公道话吧，金手镯和你拿过来的这些银元相比啊，这个他们就不在一个档次。黄金手镯你给他按30个来算吧，顶破天都1万多块钱呗。对呀。我看你这里边有龙阳有8年，你卖了去买金手镯，这钱根本就用不完。完，你可不能说大话呀！没有说大话。我这总共10几块银元，如果购买一个30个的金手镯，剩下的我跟你说都归你了。你也不要给我赌气，因为你对银元没有概念。我来替你算一笔账，你都知道了。你像常见的这些袁大头、传阳，只要不是特殊年份，基本上壁面无伤无戳的话，我们都归类为通货大头。当然，你这10几块里边，多少肯定有一些带板的。这个板啊，也分大小板。价格的高低完全一板二定，通货目前是1000一块，而像这种8年，它的存世量少一些，市场价大概和这个各省的龙阳，相当的。你这2块好在壁面无伤无戳，你像以前的银元，它大部分都经过钱庄，钱庄为了辨别真假，相应的都会盖个戳，尤其是江南那边出来的银元，10个里边9个戳。你这2块给你按5000来算，另外这15块。这就是2万块钱的现金了，2万绝对够买了。对呀，我朋友都在一个个人开小金店里买的，好像2万块钱都没用完。黄金纯度也很纯。对呀，金手镯只要黄金纯度纯就行了。不管什么牌子不牌子，牌子越响亮，工费越高。是嘞。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看我刚才说的没错吧？你这银元变现之后，你买一个30个的金手镯，绝对是用不完啊。我还以为刚才你忽悠我嘞，这也就纳了闷了。这银子那么便宜家伙，为啥这银元咋能贵嘞？你可能不太懂这个收藏。收藏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银子再便宜，它现在也变不成银元，因为这些银元啊，这都是过去发行的东西。第一，整体数量就那么多，加上过去这些年啊，它损耗了，它是越来越少。第二个，这个收藏现在也算是一门生意，它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所以价格就起来了。你这银元，你看咋处理？拿走还是变现？变现给你吧。我这拿着钱去买个金手镯子去。对吧？那婆婆高看你了吧？好。这一小包碎金块是今天中午一个10来岁的学生拿来的，进门就喊一声叔叔，你们这里回收黄金吗？他把一个卫生纸团递到我手里。
我顺着纸团打开一看，里面就是3块大小不一的小金块。还没等我说话，他就说这是在路上捡来的。看着这些碎金块，我就从中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就开始紧张了起来。今天中午，我们正在店里吃午餐，一位10来多岁的学生径直地来到店里，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们回收黄金吗？然后就把一个纸团递到了我们的面前。打开纸团，没想到里面还真的是装了3块大小不一的金块。好家伙，年纪不大，竟然还真的有货。放到秤上一称有6克多重。还没有等我问他在哪里弄的，我说你的运气挺不错，出门就捡到了黄金，而且还有那么多。看着男孩木讷的模样，我心生一计。我说你捡的这些金块，可惜不是真的。这话男孩开始紧张了起来，随后改口说这是他妈妈打金手镯剩下的黄金。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把这男孩的黄金来源给他炸出来了。原来并不是他自己捡的，而是拿妈妈加工手镯剩下的碎金子。知道了这些金块的来历，说实话，我们做回收黄金的就心里就有谱了。接下来男孩的说法更是让人替他捏了一把汗。我说今天你把这些金块拿过来想干嘛呀？男孩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想卖掉换点钱花。我说这么多东西你想要多少钱？男孩开口就说给100，这些东西都给你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孩子的思维，对能卖多少钱没有一点概念。其实自从孩子拿着金块来我们店里，我们俩的谈话前后不到2分钟，这个事情就已经非常清晰了。我说孩子，把你妈的电话号码给我，这个黄金暂时你不能拿走，以后想要钱可以给父母说，不能拿着父母的东西私自来卖，赶紧说父母的电话，让他们来把东西取走。通过今天这位学生拿妈妈的碎金块来变现，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当中，家里的黄金首饰最好不要让孩子轻易接触到。在他们眼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能值多少钱，他们只知道能换钱就能拿出去卖掉。希望得到更多家长引以为戒吧。大家觉得呢？大家好，有很多朋友问我，以前小的时候经常遇见硬币中间被人钻一个小洞，上面系一根红绳，这个属于怎么回事？最近有一位顾客用5分的硬币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枚吊坠，在我的店里购买了一根红绳，也就是视频里的这一个。当时由于好奇，也就随手拍了一个视频，亲眼见证了吊坠被加工的过程。据当时这位顾客对我讲，这枚硬币是20年前在新娘下车的时候撒的喜钱，特别珍贵，专门珍藏了那么多年，就是为自己的宝贝孙子特意准备的一份礼物。他说新娘下车撒的喜钱能去病消灾，能辟邪。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礼轻人意重，所以我们大家只要是以前见过的类似于钱币中间有红绳子的，都是长辈们对我们晚辈寄托的一种安慰和希望。所以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放好了，这些古董都是用钱买不来的。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汉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钱币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给我，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我这块石头里面有水，你看一动里面的水也会动，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子，无论夏天多么炎热，里面的水从不蒸发，冬天温度低的话，里面还会结冰呢。一位50多岁的大哥边说边演示，意思就是很奇特。我拿起石头按照行规伸出一个指头，男子看到很生气，说不带这样打发人的。今天下午的时候，店外来了一位外地人，刚开始还以为是卖什么呢。男子走到我门口停住了脚步，摆手让我出去看看东西。男子看起来有50多岁，上身穿了一个红色的 T 恤，开口就问我是否回收稀罕物。还没有等我开口说话，这块石头已经递到了我的手里。我拿起才发现这是一块1分为2的石头，他用手给我指了指石头里面会动的地方。我仔细一看，石头里面竟然有水在动，
中间白白的地方，外围是石头的纹路。这块石头属于切割开来的东西，2块石头放在一起是一块完整的。看着面前的这块石头，就是不知道男子想怎么卖。原来男子老家是大山深处的，这次外出就是来建筑工地干活，正好趁闲暇之时来转转卖家传的石头。据说这块石头是爷爷当年切开的，切开之后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股水，一年四季也不蒸发。凭借着这样稀奇的现象，果断了当传家宝留了下来，才有开场的那一幕。听完男子的讲解，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自己不满足外出打工的现状，想着能通过家传的石头来看看能不能换一些钱。说到换钱这一块，男子开始滔滔不绝的说法，说是以前最多有人出到了好几千，他爷爷那时候没有舍得卖，直言不讳的想卖个几万吧。我微笑着摇头说给不了那么多。男子看我比较喜欢自己带来的东西，示意我可以还价之类的。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更在乎的就是后续能不能出手，直接按照行规伸出一个手指头，说感觉还可以，最多给你出100吧。这句话一说出口，男子气坏了，说你们城里人真逗，不带这样打发人的。其实我也不是乱砍价，感觉当个摆设就算了，结果可想而知，人家肯定不乐意，只能说我是拍了个寂寞。言归正传，很多人在意里面的水是怎么回事，我看着倒像是后期人为住进去的，因为石头里面是空的，干脆来了一个这样景观。可惜是遇到我了，虽然没有揭穿这个事，但是给他一张小红鱼全当工钱了。大家觉得呢？看看我这个传家宝能不能给200万啊？这要不是俺儿给北京买房，我也不轻易拿过来。哎呀，还真别说，你这个银元还真是与众不同。你看上面写的是酷评7003分，比平常我们常见的那个7002分啊重1分。这种银元比较少见，我今天说实话第一次见这种币种。这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这是门到俺老太爷的太爷爷给召集总厂上班，是个总管还是个总管，拿过来都是当传家宝的。哎呀，相当于过去祖上在造币厂上班。你这个在我们行内啊被称为73翻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广东龙阳酷评7003分，就是你看这几个字7003分，还有广东省在另一面，而这一旁的这个英文字母啊也在另一面，比着现在的版啊，它这个设计啊咋说正好反了，这个发行量确实很少。那么刚才你说的是200万，这是咋回事？那你这200万这都是现在的行情算的10年前你都给我100万了要不是俺儿结婚搁北京买房，我也不轻易拿过来。现在也是被逼无奈，孩子要结婚买房，结婚确实是大事儿，什么传家宝不传家宝那都是小事了。我还是先来跟你说一说这个73翻龙。先说这个银元呢，它这个发行的背景哈，这个银元啊是最早设计了来抵制阴阳的币种，阴阳是7002分，当时在清朝它那个外贸中啊是最常见的结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我们当时的货币是2，很明显和外国人做生意不占优势，所以说第一个以此来代替阴阳的币种就是它。首先它这个从重量上比阴阳重1分，在过去啊银本位啊那个年代同等的一块银元重1分，你说实话你大额度结算下来那就比较占优势了。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谁也不是傻子，设计归设计，对吧？现实中谁也不认吃亏，试住了之后啊感觉吃大亏，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所以这个73翻龙版啊还没有发行就全部回收了，也就是市面上一块都没有流通，是名副其实的样币。它这个设计啊就是比着我们现在常见的那个广东龙阳，就是那个一圈这个英文在后面，它这个正面的这个广东省钞7003分应该是在反面正好一翻，所以被称为73翻版。你别说了，你这老板你还是对这点能还是可在行了。要早知道这个钱真顶钱，俺主让能跟他在上班多弄几块多留下点来。你说的正好相反，现在手上都是物以稀为贵，如果市面上一种银元多的话，
就显得它不值钱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这个银元我看着啊不是太舒服。你看这个壁面它这个包浆，你看泛黄，这种包浆啊，说实话就是太浮了，你没有几十年的那种老包浆的特征，而且它这个壁面压力啊一严加，尤其是你看它这个边齿啊。这个边齿越看越假，像这种银元啊，分明就是现代的这个仿制的真银假币，200万太悬了。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是找借口想压我的价钱不是？没有。你要是弄那了，这少150万，咱俩都不谈了。哎呀，你不要误会，我没有找任何借口来压低你的价格，你也不用刻意给我少50万。如果说像你这块银元是真的呀，就目前你这个品相，你看这冰面就像镜子一样，非常非常亮，而且你看它这个龙鳞没有丝毫的磨损。你别说200万了，你就是300万，说实话，现在也有好多人排队来买。那真好的银元，那说明你是不识货啊！你要是不能拿了，再少50万100万你拿着吧。要不是俺孩子结婚等着买房我也不舍得卖了。和钱真的是没关系，一般像这种高端币啊，不入盒很难有人接盘。你也不用再讲价了，你这故事编的是挺好的，但是实物不怎么样，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这要不了100万，要不了。给你交那些了，你还不要？那不要，你还留着吧。那你不要，我还放着。